快些，再快些！大佬，这200军卒守城，只怕明日午时张太尉的兵到了，咱们连半个时辰都撑不过去。哎，会有援兵吗？叫儿郎们打起精神来，天下英雄可都看着咱们呢。我们现在是张太尉喉咙里的一根刺，要向他领教领教咱们汴梁侍卫亲军的胆色。城外副城下寨。是，人不多，该是不到1000人。带兵的将校是谁？副城外2、300步有真骑斥候，小人等未敢近前。这汴梁城里还有敢带兵抵抗的汉子？不是说那罪人前几日要引火自焚吗？听说冯令公回朝了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他回了京最好。弟兄们应该少费些气力，由他主持大局，这京城便可传习而定。这许多人，最少还有2个时辰才能悉数入城，总数怕不是有2万人上下。33800人。你一直在数，到你方才说话为止，总共进去了将近33800人，还不算上之前进去的那几千人，和眼下这些未曾进城的，总人数怕是有5万人上下。5万人。这城中哪有那许多地方能安顿这多出来的5万人呢？是啊。怎么，路上遇袭了？贼军前哨，不足20里。是魏博的斥候，还是远滩蓝子马？魏博斥候，真和那远滩蓝子马要是遇上了，我这就回不来了。贼中可还立于行？马上全是金银珠玉、家私器皿、绢帛绸缎。妈了个巴子的！这帮阿扎泼财，从腋下到京城，竟是走了一条富贵路过来。你给我好生回话。某现在是义军主将。是。贼众沿着汴河漫卷而来，轻骑斥候在东，护卫侧翼；部族在西，4路行军，道旗却有8面，还有2顶阴雨皂旗。阴雨皂旗，那是契丹、沃鲁朵香吻以上的贵人才能用的旗鼓制度。还有别的吗？道旗队列之间夹杂着很多义夫，未能向前，不能尽数。粗略算算，应该有1万人以上。夹带私财，裹挟民夫，1个时辰最多也就走3、5里路。看来午时是到不了了，怕是要等到日落时分了。吃点东西去吧。是，走走，累了吧？再派50个人，今天晚上调到那边去，守住那个口。啊，好。
你在干嘛？回禀将主，卑职钱洪树听候将主差遣。你以为这闹着玩吗？这打仗会出人命的。回禀将主，卑职知道。哎，三哥，哎，三哥，当军，少时贼寇攻城，兵凶战恶，见识无眼，可没人照顾得了你啊！回禀使君，卑职知道。郎君知道还要一意孤行是吗？贼众围城，天亲在即，区区一个吴越国检校司空，在京师之内一文不值，什么都做不了。卑职吴越亲卫第3都小校钱洪处，听候使君将主军令。你拉开弓吧你！行了。卑职可以迟钝。大佬，看马来报，张力出营了。铁骑5000，兵卒1万，共计6军，还有契丹1000。传令下去，各指挥紧守城墙，无令擅自出营者立斩。大声喧哗蛊惑军心者立斩。击鼓。骑兵第1响掠宣阳门，第2响掠营出门，摆布慢水。叫弟兄们都长点眼，不要靠近营出门摆布之内，小心吃了那些童子的亏。
一拳300到500步，3拳就是2到3里地啊！你大早马力壮得很，跑这么10来里也没打紧啊！那就在这里跟他10圈，通知各指挥，提前半个时辰放饭。是。11个，少50辆，2个马军指挥都用过午饭了。第10圈了。鸣金，让齐军回来。什么？赌一把，赌一把。全军接粮！想嚷嚷什么呀？不是你说赌一把吗？我跟你赌一个金刀子，这是张太尉给咱们下的套子。啊！这手下倒是个有眼色。张太尉这番扭捏打扮，却遇到一个不解风情的憨郎君。男人将领法度森严，今日打不成了。步军先退，骑兵断后，收兵用饭。太尉，令郎此番错之，颇具大将风范啊！他日成就，不可小觑。不就是从头说到尾，死也不动他吗？咱们在城墙上不也是这般？司空说的是啊，小畜生担不得使君的谬赞啊！吃这饼还堵不住你的嘴。来，水酒给我接。再给我一个。要不是我当时及时拿盾挡住，他又得中一箭。你这却又是何必？何必？
人都死了，拜与不拜又有何用？因为他本不该死。这个世道也本不该如此。终有一天你会明白，这世上的许多事儿，你不得不去做，却不等同于这些事儿都是对的。世道如此，或许无可奈何，或许被迫无奈，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。可是非总该是要有的，不管旁人如何说，如何看，自家心里一定要知道，这是错的。可世道的错，也是错。不能因为世道的错，顺着世道做的事儿，便都变成了对的。什么人？滴血！滴血！怎么了？有人偷城！偷城！拉着他，跟我走。别队，对我向前！别人给我赶下去！应该是从西面绕过来的，否则纵然是走路，咱们应该也能听得见。夜里行军，不能骑马，但他们却得带着马来，否则一旦失机，他们想逃都逃不掉。那他们应该是牵着马过来的，将马放在西藏护城河边上，着人看守，然后再徒步从冰面上过河，再用钩镰之类的东西挂着绳索攀上了城墙。这样，我带一个骑兵指挥出去，从西面兜个圈子绕回来，将他们的马全杀了。张太尉打了这许多年的仗，你觉得他会安坐在大营里，等着你先宰他的马，再杀他的人吗？来，你信不信？只要你的骑兵一出，离开寨子1里方圆，就会从野地里凭空长出1000骑兵来，将你连人带骨头一并吞了，一根骨头都不会吐。这么大的城池，就算他趁着夜色送上去100来颗人头，又能记得什么事？再者说了，10000人以上的大军调动，火把都没点上几根，这叶下的兵如何能够夜间视物又不乱阵脚？依我看，张太尉此番布置，不是为了投诚，是为了撬开咱们的城门。咱们现在就是张太尉喉咙里的一根刺，不把咱们给拔了，他是没法安心攻城的。不就是个破寨子吗？啊，也知得太尉如此殚精竭虑，为了拽那寨中守将出来，将5000骑兵派到南面去设伏不说，将自己的亲卫孝杰都放到城楼上做了饵，本钱不可谓不大呀。不过，这寨中守将竟是个属团鱼的，连头都不肯伸出来呀！京师之中，何时出这等人物？
你若是张太尉，将大营扎在南星河畔，又会将粮草辎重摆在何处呢？那自然是越靠后越好，越是靠后便越安全嘛。能有多靠后？承旨已探查清楚，粮草就在此柴后方。传令下去，大火点着之后，不许恋战，速速撤离，除非碰到老胆的、丧胆的，给我往死里砍。好。余下的分成2队，一队让到对面策应，听信号，动手。大佬，这少说也有2个指挥啊，还有披了甲的，退吧。不急，把力使了，随我去拿了那条大鱼。走，哎，跟着大郎冲！
儿的男人，甚是无趣。难怪杰里大夫不愿意陪你在这儿熬着，早早的回南再睡觉去了。哎，太尉，太尉，太尉，南寨失火！什么？南寨？将士们，都喝口酒，暖暖身子，壮壮胆儿啊！喝酒吗？喝。启禀主帅，末将率18智慧自营后出寨向东，绕过阴山，沿南清河向西者，焚毁了瘴匿屯粮的南寨。你的18指挥只剩下你身后这些人马了吗？而让我们以命相护，助我生擒契丹御史大夫耶律杰里，混账东西！小畜生，用兵之道，守在池中。可是你一贯的行险赌命，自己陷了便也罢了，却要折了我骑兵指挥，坏了我守城大计，你有几个脑袋？末将知罪。滚下去带队！喏。此人该如何处置啊？他是契丹贵族，除了令公，谁敢处置？我会亲自押解他进宫的。带下去。来人，在。这次多亏了大郎，给他撕一条羊腿，端一盆热汤过去。诺。